沈小姐，人死不能复生，但银行那800万过桥贷款下周必须结清，你今天必须给个准话。小沈总，不是我们落井下石，供应商的料钱你得结啊，大家都要活命。大侄女儿，别硬撑了，你那破厂子现在除了几项专利还剩什么？我出500万，厂房设备全包了，拿了这笔钱够你买张机票出国躲债。王总，我父亲尸骨未寒，您这吃绝无的嘴脸，也不怕半夜鬼敲门吗？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看你这一周去哪弄2000万填窟窿，我们走着瞧。眼泪换不来现金流，常规渠道全被焊死了，要在7天内凑齐2000万救活工厂，只能去搏一次杠杆了。就他了。韩州啊，不是二叔卡你升总裁的决议，你都34了，连个成家的意思都没有。下周股东大会你要是还没个定数，这位置只能让你顶地先顶上。二叔费心了，我的事儿下周自然会有交代。圈子里那些名媛，要么娇生惯养，要么企图存实我的核心资产。我只需要一个身家干净、绝不纠缠的工具人。靳总，有个姓沈的女人说有绝佳的投资标的要见您，她居然黑了我们会所的门禁系统，直接进来了。让她进来。靳总，我是沈于白，这是我的配偶商业价值评估报告以及一份对赌协议。沈建国的女儿，你父亲刚死，你家那个破厂负债率高达200%，你跑来跟我谈商业价值。正因为我濒临破产，我才是您目前最完美的合伙人。靳总，您被家族逼婚，急需一个没背景、受掌控的妻子稳固董事会。您看上的那些名媛，谁愿意签极其苛刻的婚前财产隔离协议？谁能在被您利用完后，干脆利落的净身出户？2000万就烂摊子，这笔投资的风险评估，在我这儿过不了关。这不是投资，是借款。我对赌您3年，7年内沈氏净利润翻番，在此期间，我为您提供完美的妻子扮演服务。若对赌失败，沈氏最核心的6项精密仪器专利全部无偿转让给千泽。拿沈建国一辈子的心血跟我对赌，3年后你可能连骨头渣都不是。我知道，但如果不赌，我现在就会死。靳总，稳赚不赔的买卖，签吗？沈于白，记住你的话，我的钱烫手，做我的合伙人代价很大。明天上午9点，带上户口本，婚姻局见。靳总放心，我很有契约精神。密码锁是我的生日，地址助理会发你。顶层负10，2楼是我的绝对禁区，1楼客卧归你。我不喜欢家里有外人，没住家保姆。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安静，以及需要出场时演好静态的。明白，绝不越界。靳总，这是沈氏第1季度的财务简报，资金用计划书您随时可查阅。沈于白，我只看最终的财报和利润率。如果你连2000万的盘子都端不稳，3年后的对赌，你现在就可以认输。在资本眼里，现在的我微不足道，硬仗才刚刚开始。大侄女啊，你刚接手不懂，现在王总封杀我们的供应链，我好不容易托关系找到这家瑞丰贸易，人家能保证不断货，只要你签字，下周就能复工。赵叔，这价格比市场价高了15%，而且这家瑞丰贸易在业内完全是个生面孔，溢价太高，这批订单咱们不仅白干还要倒贴，能不能和原渠道再谈谈？于白，你这是在怀疑你赵叔？你爸在的时候，采购的全都在我手里，你要是不签，厂子停工违约，你负得起责吗？刚接手绝不能引发高管罢工，得稳住他。但这合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准备给你的副总送钱。靳总，这话什么意思？您查过瑞丰？我投资的标的，飞进去一只苍蝇我都得知道公母。瑞丰贸易网上倒查3层壳公司，实际控制人姓刘，是你那位赵副总老婆的亲弟弟。信息差吞钱，他要把沈氏的救命钱掏空。靳总，您既然早就看过背调，为什么不提醒我？我不是在做慈善教小女孩管公司，商场就是丛林，要是老狐狸挖个坑你就跳。我建议你直接把工厂折现卖给我，我不养废物。受教了，这种事绝不会有第2次。赵副总，瑞丰贸易的法人刘强是你小舅子吧？沈于白，你血口喷人，你要搞垮沈氏是不是？搞垮沈氏的是你这只蛀虫。从昨晚起，公司所有对外支付账户已被我冻结，第三方审计团队连夜进驻，你虚报采购价中饱私囊的流水，每一笔都清清楚楚。保安，把赵副总请进会客室。赵海，2个选择：第一，立刻吐出这3年贪墨的700万，净身滚蛋；第二，我现在就让法务去金灿大队报案。你猜，职务侵善700万，够你在里面踩几年佛刃街？我退钱。今天处理的还算干脆，没给我丢脸。
不过，如果你因为低血糖猝死在我的玄关，明天的财经头条我会很难看。靳总放心，对赌协议还没到期，我舍不得死。原来如此。太太，今晚7点靳家内部晚宴，靳总原话是您履行配偶情绪价值与公关责任的时候了。礼服和造型师已经在1楼。内部晚宴，这分明是千泽资本和靳家董事局的权力修罗场。告诉靳总，我会准时驻场，绝不拖他后腿。今晚二叔设局请了盛丰资本的林董和他女儿林婉。林家是二叔原本给我物色的联姻人想，手里捏着新能源项目的关键牌照，他们今晚一定会拿你开刀。靳总放心，拿了您的钱，我就是您最坚固的防火墙，只要不涉及生命危险，今晚的案件我照单全收。韩州啊，你这闪婚结得太突然，董事局的老伙计们都觉得你在胡闹。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沈小姐是哪家财团的千金啊？二叔您记性真差，这位不就是差点被清盘的沈氏加工厂的小沈总吗？听说沈小姐为了填窟窿，连老洋房都抵押了。其实韩州如果缺钱，跟我父亲开个口就行，何必让你一个外行女孩子苦撑一个夕阳产业呢？林小姐说笑了，沈氏的确不是大财团，但林小姐口中的夕阳产业可能存在一些致命的信息差。上个月，千泽资本重控了新亿科技的 AI 底层硬件项目，各位懂投行但下过车间的可能不多。新亿目前最大的瓶颈是国内无法量产精度在3微米以下的传骨探头，而这正好是沈氏目前拥有6项独立 PCC 专利的核心技术。资本飞得再高，也得有实体产业做地基。靳总娶我不是英雄救美，而是千泽资本从金融杠杆向硬科技全产业链布局的一次精准卡位。沈氏的专利就是靳总手里最锋利的长矛，您觉得这场婚姻亏吗？她不是需要庇护的菟丝花，她有资格做我的同袍。靳太太说的对，我靳韩州做投资向来看重底层资产，至于那些只知道拿父辈资源做利益交换的无聊联姻，千泽资本还看不上。二叔，既然家宴变成了竞调会，就不多留了。沈氏明天1000万级新产线要验收，我太太很忙。刚才那番硬科技布局的理论自己想出来的？靳总，我好歹是名牌工科毕业，您给我看的那堆风控模型我可没白熬夜。我不仅知道您投了新亿，我还知道您最近在跟外资抢一条海外的高端晶圆产销。我说过我会证明我的商业价值。今晚你做得很好，作为奖励，沈氏接下来3个月的供应链渠道，千泽资本商务部会对你全面开绿灯。小沈总，出事了！今天入库的高纯度合金被海关卡了，供应商单方面违约，宁可赔付3倍违约金也绝不发货。这批料是给新亿试产的，下周3交不出货，1500万违约金能直接击穿靳总那2000万的底仓，怎么会突然全部断供？我托关系问到底了，是王总搭上了靳家二叔，他们不仅把华北区的现货全买断了，还要一箭双雕，搞垮我们，顺便让靳总背上投资失败的污点。立刻联系华南和华东，另外查海外现货库，不管溢价多少，3天内必须把料调过来。喂，李总，价格好商量。喂，张总，我沈玉白。靳韩州借我2000万已经是顶格风控，危机是靳家二叔挑起的，我绝不能把他拖下水。契约精神第1条，愿赌服输，自己兜底。太太，别签了，货到了。什么货？华北全线封锁了，哪里来的货？您要的高纯度合金，10分钟前已经靠港清关了。是靳总，靳总直接动用了他在欧洲黑石曹团的私人信托担保，从德国空运的现货，走特批通道，完全绕开了国内封锁。私人信托担保，如果这批货砸了，他的海外信用评级会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个永远把风控放在第一个的疯子。沈总现在连伞都不配打了，还是你想明天烧死在病床上，让我去车间替你钉流水线？靳总，空运费、关税，还有您动用信托担保的风险溢价，总共多少？明早财务会拟定补充债务协议，按年化15%追加到我账上。补充债务协议，年化15%。沈玉白，在你眼里，我靳寒之就他妈只是一个债主的提款机是吗？难道不是吗？我们是契约关系，我承诺过绝不越界，这次是我失误导致断供，我不能，也不想欠您还不清的人情。
去他的契约精神！你宁可去卖你妈留下的老洋房，也不肯给我打一个电话。沈于白，我是你合法丈夫，遇到死局，你第一反应是把我推开去送死。我不推开我能怎么办？季寒舟，我只有那家破工厂了，我输不起。如果你因为我被董事会拉下马，我拿什么赔你？我的命根本就不值钱。沈于白，听清楚，我投出去的筹码我自己护盘，不需要合伙人断手求生。至于利息，用你这个人来还。那份该死的协议，从今天起作废。那份该死的协议作废。心跳彻底乱了，他那种冷硬的人，竟然也有这种滚烫的偏爱。还在想昨晚的事？我在想，靳总撕了那份协议，是打算让我签卖身契吗？沈于白，我收回之前的话，你不是合伙人，你是我唯一持有的非卖品。告诉我，面对王总和我二叔的绞杀，靳太太打算怎么反击？王总眼红我爸留下的6项专利，但他不知道那只是硬件外壳，真正能让精度达到3微米的是锁在我脑子里的闭环 AI 算法。你要卖他一堆没灵魂的废铁？我要让他倾家荡产买下空壳，再因为做不出成品面临巨额国际违约金，但我需要资本配合。资本的局我来做。他那家恒泰制造为了吞掉你，加了3倍杠杆，只要你的技术陷阱一爆，我就融死做空，把他连根拔起。大侄女，听说料被卡堵了，后天交不了货，1500万违约金，你拿命填啊！是你联合靳家二叔搞鬼，你无耻！商场如战场，靳寒舟现在泥菩萨过江，护不住你了。乖乖签字，把专利转给我，我给你留200万，让你带着你那短命爹的骨灰滚出京城。你做梦！专利是我爸的心血。那你就等着当老赖坐牢吧。我要5000万。3000万，今天不签，明天我300万都不给。我签，但我要立刻打款。沈于白，这厂子以后跟我姓王了。靳总，鱼咬钩了，3000万现金已到账。收到。王总为了向市场邀功，明天一定会宣布重大技术突破，那一刻就是他的死期。听令，建仓，调集所有隐秘账户和离岸资金，只要利好一出，股价拉升，立刻给我留1分钱余地。我要他王建国连底裤都赔在交易台上。恒泰已成功收购沈氏核心技术，我们将量产3微米碳舟，打破国外垄断。半个月后，首批产品交付归股。发布会开得真响，股价连拉3个涨停。王总现在一定觉得自己是京城首富了。爬得越高，摔得越碎。靳总，刚收到恒泰内部线报，他们强行量产了30万套探针，为了赶工，跳过了所有测试。良品率呢？不到3%。没有我的 AI 算法做温度补偿，这些探针工作48小时后会发生热膨胀断裂。王总手里握着的是30万颗毁掉精密仪器的微型炸弹。干得漂亮，沈总，可以准备看烟花了。靳总，外网爆了，硅谷大厂发公告，恒泰碳晶发生物理断裂，烧毁了整条流水线，索赔2亿美金并全球封杀。倒计时10秒，全体注意！5、4、3、2、1，给我砸！把手里融来的筹码全部以跌停价砸出去，让所有的买盘瞬间击穿！王总，券商强听了，我们要追加2亿保证金，不然底裤都没了。二爷，救命啊！我可是听了你的吩咐才搞沈氏的，借我3亿托市，不然恒泰就完了。蠢货，你自己拿废铁当宝贝，还想拉我下水？滚！3000万，他用3000万买了我的命。靳总，利润破3个亿了。沈总，大仇得报，今晚想吃什么？靳总做东，当然要吃最贵的。另外，关于我们下一步的资产，我觉得有必要在饭桌上谈谈。洗耳恭听，靳太太。靳寒舟，你做的太绝了！恶意做空恒泰，导致行业震荡，监管部门已经盯上我们了。你为了个破产的名媛，动用海外信托，你还配坐这个位置吗？靳总，做事不留余地，会坏了千泽的招牌。和气生财，
二叔，您什么时候改信佛了？我以为您只信海外那些见不得光的匿名账户，却被深度套拐的交割单。你胡说八道什么？各位，请看，这是二叔3年来通过6个空壳公司输送利益的账目，还有昨天他挪用集团5000万公款企图救恒泰。我不介意让靳家多一个吃牢饭的长辈。二叔，您老了，手伸得太长，竟然伸到了我太太的底牌上，剥夺靳长林一切职务。明天8点前，我看不到那5000万窟窿被填平。现在通报新决议，沈氏科技良品率 99.8%， 彻底打破垄断。千泽领投5个亿，3年内我要看他在科创板挂牌，谁赞成谁反对？同意。各位，我们从悬崖边爬回来了，扛住了封锁，清除了蛀虫。今天我可以自豪地宣告，我们赢了！赢了！沈总，老沈总在天之灵看见了。但赢一场不够，下午千泽注资5个亿，接下来的3年，我们的目标是科创板。我要让沈氏的专利成为全球绕不开的标准。这是沈总，你的底牌我替你赎回来了。下班后回我们的家。霸道死板的家伙。这里重新打扫过了，既然是资产重组，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更有家的感觉的住处。靳太太，欢迎回家。回家。靳总，对赌协议虽然撕了，但我们之间还得签一份终身契约。荣幸之至。期限呢？一辈子。昨晚又熬夜看盘了，沈总。下周敲钟要是被拍到黑眼圈，我公关团队的加班费可不便宜。靳总心疼钱还是心疼我？要是心疼我，最好祈祷华尔街那帮人今天能老实撤单，否则我拉着你们千泽的交易部一起通宵。放心，那几只猎狗昨晚已经在暗池交易里被我敲打过了。不过真正的麻烦恐怕不是2级市场。沈总、靳总，出事了！半小时前，美国半导体巨头 Apex 在联邦法院起诉我们量子探中侵权。Apex， 全球霸主怎么这时候咬上来？这是专利追击，一旦立案，监管会肯定会暂停过会。慌什么？我们在国内把他们的份额从80%打到15%，我们要去全球抢饭碗，他们不狙击才奇怪。可是沈总，下周的敲盘不会延期。Apex 用的是一项极其边缘的休眠专利，这就是一场恶意讹诈。法务部立刻向国内法院提反诉，告他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是对方的底层结构专利，把我们半年前秘密完成的反潜行算法整理好，4小时内我要它出现在上周所审核专员的桌面上。沈总，您半年前就准备好反制防线线了。商场上手里没把伞，怎么敢在雷雨天出门？公关部轰发新闻告：国产科技绝地反击，巨头恶意阻击，自主率100%。我要让 Apex 的恶意诉讼变成我们首日发行价的全球免费广告。证监会内部消息，反向举证详实，上交所已决定，下周敲白流程照常。靳总，当年你投了2000万，下周敲白，沈氏市值就破500亿了，这笔投资千丝赚翻了吧？千丝赚多少我不关心，我只知道我这辈子最成功的一笔风投，是3年前那个下雨天签下了一个叫沈于白的女人，而且永不套现。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谁拯救谁，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沈总，刚收到签到台消息 ，Apex 的副总裁约翰亲自带人坐在第一排。沈总，对方明显是来砸场子的，要不临时撤掉量子探头的底层逻辑 PPT， 避避风头。避开！商场上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不仅不调，还要把第3部分的技术对比放大到全屏。去吧，沈总，去给这群傲慢的猎楼上一课。我在你身后，子弹管够。好。沈女士，别拿这些华丽的数据糊弄人，你们正面临 Apex 的致命诉讼，一旦败诉就是数十亿罚金。你们把这种随时会爆的垃圾资产打包上市，是对全球投资者的诈骗。约翰先生，既然您把战火烧到路演现场，那我们就当众做个尽调。各位看清楚了，我们在物理思路上完全绕开了他们的专利网，且稳定性超越了他们整整一代。Apex 为什么起诉？不是因为我们侵权，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打破垄断，害怕他们躺着赚钱的日子到头了。各位买入的不是风险，而是通往下一代科技的船票。沈氏奉陪到底。千泽资本在这里做一个表态，针对恶意诉讼，我们已设立20亿美金专项维权基金。我们不仅要在法庭上赢，更要在2级市场增持到底。因为
我相信沈总，更相信我太太。千泽的筹码永远为沈氏护航。最顶级的技术，最狂暴的资本，这一战，我们封神。沈总今天在台上真的很迷人，迷人到我想把你藏起来，不让那些猎狗多看一眼。靳总这是吃醋了？那可不行，过2天敲禅，我还要继续抛头露面。3年前，我拿着评估报告求他注资，像个赌徒。今天沈氏估值600亿，我杀出了一条血路，而他成了我最稳的执剑人。紧张吗，沈总？外面上百家媒体的镜头正等着你的加冕礼。我只是在算，待会儿开盘后，千泽的账面上会多出几个零。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今往后，你可以制定这个圈子的规则。走吧，靳太太，去敲响你的时代。走吧，靳太太，去敲响你的时代。下面有请沈氏科技董事长沈玉白女士签资本合伙人靳寒洲先生明光开市。一起，好，一起。3、2、1。爸，沈氏没倒，我让他成了真正的无冕之王。你做到了。靳总，庆功宴还没完，又要给我派任务。打开看看。靳寒洲，你疯了！这是把千泽的命脉交到我手里，只要我有一心，随时能把你踢出局。那你踢吗？那可不一定，我最会算计利益了。这3年你教会了我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风矿不是隔离风险，而是找到一个愿意并肩面对风暴的同盟。我的钱、我的权、我的命都在这里了。沈总，这份终生契约你敢签吗？有什么不敢？但靳总记住了，我沈玉白的盘一旦结束，绝不允许任何人做空，哪怕是你也不行。成年人真正的浪漫，是剥掉所有糖衣后，在利益与防备中滋生出的势均力敌的真心。